你有没有发现，日本最近的动作全都像是被什么东西逼到了墙角？那种气急败坏的语气，那种一脚踹开门的冲动，那种仿佛今天不把世界吓一跳我就不姓高的疯劲，看似政治姿态，其实背后全是赤裸裸的经济账。而高市早苗就是那个最显眼、最刺耳、最像是被推出去顶锅的小棋子。他讲话时的每一个停顿，每一丝颤音，好像都在告诉你，这不是情绪，这是算计，是压到喉咙的一口气。可问题是，多数人光看新闻只会觉得他疯了，但很少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疯，是谁让他必须疯，他的疯究竟在帮谁赚钱？这才是真正的入口。因为这年头政治是表，经济才是理，表面骂得越大声，背后越可能在数钱。你如果只看他骂谁，跟谁硬碰硬，那你就只看见了烟，没有看见火。我们先抓住一个核心逻辑，东亚一乱，谁最开心？钱会去哪？答案很简单，美国笑到最后。只要东亚不稳，全球资金习惯性往美元跑，这条规律几十年没变过。越乱越安全，越吵越赚钱，这就是美国在金融市场里的底层玩法。你以为高市在骂台湾、骂邻国、骂东亚？不，他只是在敲锣，让市场的人听见噪音，然后那些聪明钱就顺着声音跑向美国去了。那他自己呢？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大人物，他知道自己的能量比不上军工巨头，比不上华尔街，比不上科技巨头。可他还是要跳，因为他需要政治资本，需要国际背书，需要国内注意力，需要那种你看我敢对，我敢冲的幻想。这不是疯，这是算过账后的必须。可这套打法有没有用？他这一连串失心疯的操作，到底有没有帮自己、帮背后的人赚到？有没有让市场产生他期待的震荡？有没有掀起恐慌？有没有把钱吓走？答案有点尴尬，市场根本没把它当回事。聪明资金的反应告诉你一件事，他没那个重量。他这边喊得震天响，汇率那边只是轻轻抖了一下，像是听到隔壁有人摔杯子，抬头看一眼，然后继续吃饭。但别急，问题才刚开始。为什么市场没反应？这是不是说明他背后那条利益链没吃到甜头？还是说他们本来就不是靠高市喊一句来赚钱的，而是把他当工具人，只要他制造一点噪音，有没有效果无所谓，账照样能结，政策照样能推，预算照样能批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才是诡异的地方。我告诉你一件绝大多数人没注意到的事，高市的动作只是整盘棋里面最弱、最边角、最容易损耗的一块。真正推动策略的从来不是他这种政治人物，而是底下那条巨长、巨复杂、巨赚钱的利益链，军工、科技、金融、地方利益集团一个都不少。他只要做一件事，制造声音，制造紧张，制造一个好像要出事的氛围，让幕后的人能顺理成章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疯，他是被推着表演。他不演，那些幕后的玩家才会疯。你以为他骂得越大声越有影响力？不，他骂得越大声，越说明他在这条链条里越卑微。真正的玩家从来不会上台吼，他们做得很深，藏得很稳，他们只需要一个代言人，一个敢冲的，一旦出事可以切割的，最好还能被媒体骂成疯女人的挡箭牌。你看不看出问题了？到这里我们才要进入关键问题，高市的疯是表象，真正的动机是东亚金融版图的重新洗牌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说这是经济账而不是政治戏了吧？而接下来我们要追的就是这一条链里最阴、最真实、最赚钱的部分。在他发疯的那段时间，市场究竟动了还是没动？哪些资金动了？哪些没动？谁偷跑？谁装睡？谁趁乱赚钱？这些才是最辣的地方。我们说市场有没有动，这不是看新闻标题怎么写，而是看钱怎么跑，看汇率怎么跳，
看机构是不是在真恐慌还是装恐慌。因为钱永远不会说谎，嘴会，政客更会，但钱不会。偏偏高适那段时间的汇率走势，把整件事的真相摊得清清楚楚。你记得他当选自民党总裁的那天吗？市场一开始还真给了他点面子，觉得他可能会走强势硬派路线，可能会加大军事投入，可能会刺激经济。短短2天，美元对日元直接暴冲到 149.86， 创近半年最大涨幅。隔天又继续往150多冲，这种速度不是正常波动，这是市场在找方向。但你往后再看，就会发现一件很讽刺的事情，方向找到了，发现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样。他越讲越激动，越喊越狠，可市场的反应却越来越冷淡。11月4日那次讲话，日元又掉一点点，等到11月7日他抛出那句台海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时，照理讲这句话应该震天响，国际媒体也该推波助澜，美元应该猛涨，亚洲股市应该狂跌，油价应该跳动，但结果呢？市场只是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听到邻居摔碗的声音，小小抬头看看，继续滑手机。你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吗？市场给他的评价不是危险，而是没分量。他喊得再大声，真正的投资人还是那句话，他做不了，他撑不住，他也扛不了。更关键的是，市场同时给了你另一条信号，这次炒作不够格，不会把东亚拖进深水。而最让高适难堪的是，资金根本没有往日元跑。避险不避他，这对日本来说是最扎心的辱。你知道什么叫避险货币失宠吗？那就是告诉你，大家对你没信心了，你连避险这2个字都不配了。更狠的是，人民币反而小幅升值，港币也稳，这些都代表一个事实，钱不是被高适吓到，而是被他背后那种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的态势给恶心到。这代表市场判断，日本经济困境已经深到一个程度，他没余力打仗。换句话说，高适越喊，市场越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。你想想一个画面，一个人站在街口大吼大叫说他要打10个人，可周围的路人看了一圈，发现这个人大概3天没吃饭了，面黄肌瘦，腿还在抖，请问你会怕吗？一样的逻辑，日本的财政、通胀、老龄化、债务压力全写在脸上。他喊再大声，声音都从骨头缝里漏气，市场当然看得出来。更妙的是，这段期间的资金流动像是给你写了一封匿名告密信，告诉你幕后有人在操作，但动机不是战争，是钱。如果真的要打、要闹、要兵凶战危，避险资产一定狂涨，黄金、美元、美国国债全都会飙，但结果完全没有，反而是风险资产有点起色。这不就是告诉你，聪明的钱知道这是场表演，知道他只是在敲锣，不是真的要打鼓。可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这里才刚开第2扇门。市场为什么这么冷静？真正的凶手是谁？哪个圈子在幕后推动？谁在台前敲锣？谁在后面分账？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你原本看到的第3部分，但我要把它讲得更好听、更好懂、更像故事。抓住高适这只小老鼠到底难在哪里？你以为难点在他吗？不是，难点在于他背后那条链全是硬茬，全是大厨，全是全球最会赚钱、最会施压、最会制造危机的那群人。高适不过是那只拿来试油温的小老鼠。你用太大力，他背后的厨房会乱；你用太小力，他跑进下水道，谁都难抓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要怎么在一整间满是瓷器的店里抓一只乱窜的老鼠？你不能打破瓷器，你不能伤着旁边的贵客，你还不能让老鼠跑掉。是不是越来越有画面了？这就是东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。好，现在我们往最关键的地方走，高适不重要，他背后的利益链才重要。你现在明白了，高适不是重点，他只是把动静弄得最大、最吵、最刺耳的那个前台服务生。你真正要看的是在厨房里忙成一团，拿着刀叉盆碗的那几位大厨。
他每喊一句，那几位就能顺势切一点菜，端一点盘，加一点价。你以为他是主角？不，他连最底层的临时演员都算不上，他就是那种一句台词的配角。哦，我疯了，然后观众懵了，他背后的人赚钱了。那幕后是谁？我跟你说，这条链条一拉出来，你会发现东亚的紧张感不是偶然，而是一整个四方利益结构往前推出来的结果。第一条是军工复合体。你以为他们喜欢和平？不，他们喜欢预算，他们喜欢订单，他们喜欢危机感带来的必须升级装备，必须扩张军力。美国援助某地时，钱看似给别人，实际上90%都回流本土，重新开工厂，重新招技术工，重新炼钢，重新研发。你现在懂了吧？所谓援助，就是把纳税人的钱绕一圈塞回军工企业的口袋里。高士越喊，越有理由采购，越能预算外增加军费，越能给美国提供合作机会。这是最简单的一条链，但也最粗、最赚、最直接。第二条链更隐秘，就是科技巨头和半导体产业。你以为芯片产业不关心台海？不，他们最关心。因为哪里不稳，哪里就有技术转移的理由，哪里就能逼企业必须设厂，必须投资，必须迁移。高士一句台海危机，对一般人来说是新闻，对科技巨头来说是向美国本土迁移的理由书。原本这些企业还要打算在亚洲继续扩产，一紧张，完了，理由齐了，安全风险增加，产线要分散，需要美国保护。你看，不用多说，钱就得往美国走。他们怎么逼迁？2个工具：贸易认证、供应链规则。你听起来很无聊，但对企业来说，这是生死线。原产地证明一遍，整个供应链路线就得换。要么符合法规，要么你产品就进不了市场。看似法律条款，其实就是在牵着企业鼻子走。第3条链，华尔街。别以为金融圈只在乎利率，他们最懂怎么从危机里赚钱。东亚紧张一点点，他们就能调整仓位，做空做多，套利对冲。别看 A 股芯片板块常常在危机氛围下涨一波，那是散户在追题材，外资呢？他们在减仓，在跑，在埋伏美元资产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戏不会打起来，但足够吓到散户，让价格短期波动，他们的机会就在这些波动里。第4条最狠，是地方政治利益集团。你以为科技迁移是国家层级的大棋？不，很多时候是地方政府在推动。你想想，一个台积电厂进到某州会带来多少就业，多少产业链，多少政治分。越紧张越容易说服企业，你看美国更安全，你来我州建厂，我给你税减，你搬来我就能在选举上收你人情。一来一往，一条政治利益链绑得死死的。你看到什么了？这4条线彼此互相扣住，彼此推着走。军工需要危机制造预算，科技巨头需要危机让台企迁厂，华尔街需要危机做波动套利，地方政府需要危机吸引投资。你以为高士发疯是他自己的选择？不，他就像站在4条大河的交汇口，被水流推着往前走。他不走，后面那些水会把他卷进深渊。那这样的一条链要怎么对付？这就进入真正的难题，你不能动太大力，不然整条产业链都会震动。你动太小力，他又会以为你软弱。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说在满是瓷器的店里抓老鼠了吧？高士不是目标，目标是背后的那群人。可你不能直接把他们拉出来打，你也不能直接掀桌子，因为你要的是稳，是大局，是东亚不变成中东，是资金不往陌生地方暴冲，是市场不乱，是区域不崩。你要抓的是发生的人，不是操纵的人。你要打的是态度，不是产业。你不能像抓贼一样上去就是一巴掌，你要的是让对方知道，继续玩就会痛，停下来大家都能各过各的。所以对付高士最有效的方式，
恰恰不是硬碰硬，而是明的打他，暗的敲他背后的人。台面上你跟他对线，这是必须的；台面下你找他身后的支持者谈，让他们知道这条链如果继续往前推，会没有人能收场，会连他们自己都被吸进去。你一边打，一边劝，一边稳，一边下。表面冲突，底下算账。因为你要记住，高适那种等级的政治人物是最怕背后的人撤支持的。他身后的财团、财阀、政治圈、财务圈，甚至科技企业，任何一个不爽他就完了。他一旦被切割，那才是真正的疯到没人要。所以你真正要做的是让这些背后的人算一算，继续支持他，值不值得？继续让他乱讲话，他们会不会吃到反效果？他跳得那么大声，可真正承担代价的是谁？这就是抓小老鼠的技术，不是用力，是算力；不是愤怒，是布局；不是冲动，是节奏。而这节奏现在已经看出来了，表面不扩大冲突，但每一句都比对方重；不杀敌千里，但每一拳都让对方骨头疼；不关门打狗，但每次都让对方下不了台。你让他越骂越孤立，越跳越心虚，越吼越没人理，背后的人慢慢觉得他这张牌可能快打不下去了。所以你看到现在，整盘棋已经完全摊开在你面前。高适早苗的发疯，不过是这一连串利益机器里最微末、最不值一提的齿轮。但偏偏就是这个齿轮最吵、最乱、最容易坏，一坏就喷火、乱吐烟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，让人以为它是发动机。其实不是，发动机在后面，那些军工巨头、科技巨头、金融巨头、地方利益集团才是真正踩着油门的人。而整件事最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你越是盯着他的发疯，你越看不到真正的风险点。真正的风险不是他说了什么，而是他背后的那些人要什么。他们要预算，要产线，要牵场，要波动，要选票。他们不需要战争，他们只需要看起来要战争。不真打，只要吓到你，他们的目标就达成了。可是这种游戏玩久了，总有一天会玩火，玩火总有一天会烧到自己。你以为现在东亚最怕的是高适吗？不，最怕的是某些人借着高适的风，把整个地区当筹码，把台湾当挡箭牌，把日本当燃料，把东亚当战场想象图。只要气氛够紧张，他们就能继续挤压，继续绑架，继续甩锅。可是这种制造紧张再从中牟利的生意，如果没有人踩刹车，它永远不会自动停止。这就是为什么眼下最关键的不是跟他吵，而是让幕后的人知道，你们算的账我们也算得清，你们想要的利益边界我们也看得懂，你们把东亚当棋盘，我们就让你们知道这棋盘不是你们能随便翻的。你想继续玩，我们就继续盯；你想制造危机，我们就让危机变得对你不划算；你想推别人去死，我们就让你知道你背后的那张椅子也很容易的。这就是瓷器店抓老鼠的真含义。你不摔东西，但你让那只老鼠知道，它再乱冲一次，就真的会连带着那些价值连城的瓷器一起碎。到时候不是他完蛋，而是后台老板全得陪葬。只要让这些人意识到继续玩下去会更痛，比不玩还难受，他们自然会把那只老鼠捉回来，关起来，甚至悄悄丢掉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你看到的策略特别稳，一切节奏都像拉满的弓，不急着放箭，却让对面每一次呼吸都觉得危险。一拳一拳全打在关键点上，不骂不乱不放话，只是冷冷把事实摊开，把底线亮出来，把后果讲清楚。让高适越跳越心虚，让市场越看越冷静，让幕后的人越想越不安。你说这样的节奏是谁？是经验，是算计，是理性，是那种东亚不能乱的坚定。到这里你就懂了，所有的新闻，所有的口水，所有的声嘶力竭，全都不过是烟雾。真正的棋是资金流向，是供应链布局，是全球产业结构，是金融排名，是避险资产，
是货币趋势，是哪些国家的经济正在下沉，哪些国家正在脱钩，哪些国家的资源被争抢。政治是情绪，经济是算术，而算术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听懂一个最重要的结论：日本不是发疯，日本是在疼。在老龄化的疼，债务的疼，通胀的疼，产业外移的疼，地缘被挤压的疼。高士不过是把这份疼叫出来，用最刺耳的方式喊给世界听，好像喊得越大声，日本就越强。可市场不信，投资人不信，连他背后的那些大厨都半信半疑。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。而这一切，我们不需要恐慌，也不需要被带着走。因为资金最诚实，市场最诚实，越是想制造冲突的人，越会被自己的算盘反噬。越是试图用危机绑架东亚的人，越会发现这盘棋越来越难下。只要东亚不乱，只要理性不散，只要经济、供应链、市场的稳定继续握在自己手里，所有的威胁都只是噪音，所有的挑衅都只是配角。最后一句说给懂得人听，这盘棋的棋眼不在高士，也不在那些吵得最大声的议题，棋眼在资金。谁掌握资金流向，谁掌握市场信心，谁就掌握东亚大局。其他的全是烟。真正的赢家是稳住局势的人，是懂得算账的人，是不被小老鼠牵着鼻子走的人。故事讲完了，真相你已经听懂了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